欢迎你来到今天的深度解析。我们今天一开始想请你先想象一个画面，或者说一个你绝对碰过的生活场景。对，这个场景大家一定都不陌生嘛。就是春天到了，微风徐徐的，你可能正坐在书桌前准备专心工作，或者是想说，来好好读一本书。然后你就会想打开窗户，呼吸一点新鲜空气。没错，但是你的窗户才刚推开一条缝，外面的车水马龙声，远处工地的敲打声，甚至是楼下邻居机车发动的那种声音，瞬间就涌进房间里了。真的，遇到这种状况，最后只能无奈的叹口气。对啊，只能把窗户紧紧关上，然后默默重新打开冷气。这个通风与隔音，好像永远无法兼得的两难。我相信你一定经历过，对吧？这确实是我们现代都市生活中每个人都会遇到的痛点啦。因为物理上的直觉告诉我们，声音主要是透过空气来传播的嘛。也就是说，哪里有空气流通的管道，哪里就会有噪音顺着漏进来。没错，这也是为什么过去传统的隔音方法，本质上就是把你封闭在一个密不透风的盒子里。你要安静就不能有风，你要通风就得忍受噪音。但今天我们的解析任务就是要带你看看科学家是如何打破这个看似绝对不可违逆的物理常识。这次研究真的非常精彩。对，我们今天要深度探讨的资料来源是一篇在2025年11月发表于顶尖科学期刊 Nature Communications， 也就是自然通讯的突破性论文。同时，我们也参考了香港大学在2026年2月22日最新发布的相关新闻稿。这次的研究团队阵容可以说是超级坚强，是由香港大学、剑桥大学还有声学超码材料集团的顶尖工程师们一起共同组成的。他们历经了多年的研究，带来了一种名叫通风隔音超码材料的革命性设计。没错，这项设计可以说是重写了声学的规则。最让我震撼的是，他们为了解开这个100年的声学难题，竟然跨界借用了一个非常硬核，通常只在量子物理或高阶数学里才会出现的概念，叫做对偶对称性。这个词听起来的确很有距离感。对，但他们竟然一一用这个概念打破了过往的声学极限，创造出一种既能让空气自由传输，又能完美吸收噪音的全新结构。这是非常了不起的突破。好，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概念。在我们真正看懂这个新发明有多厉害之前，我们必须先搞清楚科学家过去到底被什么东西给卡住了。对，了解过去的限制很重要。就是说，为什么传统的吸音材料，像是你在录音室墙壁上看到的那种波浪状吸音海绵，必须把整个空间完全封死？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回到传统吸音设计的物理模型来看。过去的设计在物理上被定义为单端口系统。单端口系统听起来像是一个只有单一出入口的房间。完全正确，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条死胡同，或者是刚刚提到的一面贴满厚重海绵的墙壁。声音从单一的方向进去，撞上墙壁，然后声波的振动能量就会被海绵内部无数的微小孔隙转化为微小的热能，就这样消耗掉，对吧？没错，没错，在这个单端口系统中，声音是没有其他出口可以逃跑的，所以吸音效果很好。也就是说，只要你在这面墙上开了一个洞，哪怕只是一条用来通风的缝隙，这个系统的性质就彻底改变了。对，它就从单端口变成了双端口系统。一旦变成双端口，声音就像是找到了逃生通道一样，就不会乖乖待在墙壁上被吸收了。没错，声波会产生绕射，直接从那个通风的洞口钻出去。而且在传统声学界里，科学家们一直面对着一个被视为铁律的无形天花板。铁律？对，这个定律叫做因果律约束。因果律约束，哇，这听起来像是某种不可打破的宇宙法则耶。它具体到底是在限制什么东西？
简单来说，这个定律为吸音材料的厚度与它能吸收的声音频率宽度设定了极其严格的数学极限。意思是说，吸音能力跟材料的厚度是绑死的吗？没错，如果你想要吸收越宽广频率的声音，特别是那种波长很长、穿透力很强的低频噪音，你的吸音材料就必须做得越厚。这是一个物理学上的硬性妥协。原来如此。所以过去的科学家普遍认为，在有限的墙壁厚度内，我们只能吸收特定的一小段频率的声音。如果想要达到什么声音都能吸的宽频吸音，那材料的体积就会大得惊人。对，可能整个房间都被海绵占满了，根本没办法住人。更让人沮丧的是，如果你还贪心的想要在这块厚重的材料上开洞通风，对，完全就是这样。这就是为什么过去几十年来，工程师们总是在妥协，找不到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难怪我们总是面临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困境。但就在这个时候，改变游戏规则的顿悟时刻降临了。这篇论文的第一作者，香港大学机械工程系的屈思超博士，他在采访中说了一段非常有意思的话。哦，他说了什么？他说，对我来说最兴奋的时刻是意识到场论中的对偶对称性竟然主导了通风系统的吸收频宽。这句话真的是点出了整个研究的灵魂。但我当时看到这段话，眉头稍微皱了一下，因为对偶对称性这个词听起来真的太高深了。这不是我们在看科幻电影或者研究马可斯威方程组、量子力学时才会听到的词汇吗？它到底是怎么跟声音扯上关系的？这里最引人入胜的是，他们跳出了传统声学的死胡同，大胆地去量子场论和电磁学的世界里寻找解答。跨领域找灵感。没错，我们可以用一个你绝对能懂的比喻来想象，所谓的对偶对称性，其实就像是一种极致的镜像平衡。镜像平衡。对，在电磁学里，它描述的是电场和磁场在某种特定的数学转换下，可以互相交换位置，但整个方程式却依然保持不变的奇妙特性。但是等一下，电磁波跟声波完全不同吧？声波是一种需要介质的纵波，也就是空气分子的推挤。过去科学家难道没有想过把它应用在声音上吗？确实如此，因为声波和电磁波的本质差异太大了，过去几乎没有人清楚这种高深的对称性在真实的声学工程里能有什么实际用途。那这次团队是怎么发现的？这群工程师发现了一个惊人的现象：如果在一个双端口系统，也就是我们刚说的能让空气流通的通风管道中，它们能够同时激发出两种截然不同的声学共振反应。哪两种反应？一种叫做单极子共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颗气球在原地不断膨胀缩小，这是一种对称的运动。气球原地膨胀缩小，好，这个有画面。那另一种呢？另一种叫做偶极子共振，这比较像是一个荡秋千，整个空气团在管道里前后规律的来回摆荡，这是一种反对称的运动。气球膨胀缩小，还有荡秋千前后摆荡，这两种空气的运动听起来互不相干呢。在这里了，团队发现，只要透过精确的结构设计，让这两种共振在很宽广的声音频率段上完美匹配。完美匹配的意思是让它们振动的幅度完全相等，但是相位刚好相反。相位相反，这听起来有点像是我们现在常戴的那种主动降噪耳机的纹理，就是耳机发出一个相反的声波，去抵消外面的噪音。概念上非常神似，但你要知道，降噪耳机是主动的，它需要麦克风接收声音，需要晶片计算，然后用喇叭发出反向波，这一切都需要耗费电力。对，没电就没用了。没错。而这项研究是纯粹被动的物理结构，当这两种共振因为对偶对称性而完美相遇，就会在通风管道内触发一种极为强大的破坏性干涉。声音的波峰对上波谷，
两者就在空间中直接互相抵消了。没错，哇，也就是说，他们让声音自己在管道里面把自己给消灭了。对，就是自己打自己。更重要的是，研究团队透过这个原理推导出了全新的广义因果律约束，也就是打破了刚刚说的那个物理天花板。没错，他们在数学上严格证明了一件事：在这种双端口的通风系统中，如果我们能完美满足对偶对称性，我们实际上拥有了至少双倍未被开发的吸音潜力。双倍的潜力，这点也是发现了一个过去一直隐藏在物理方程式里的秘密宝库。原本我们都以为开动通风一定会让吸音效果变差，结果现在科学家告诉你，只要运用对偶对称性的魔法，有通风口的系统，反而能释放出比一面死墙更强大的吸音极限。对，这真的是颠覆了常识。不过接下来才是真正有趣的地方。理论听起来超级完美，但你要怎么把它变成真实世界的物理结构啊？总不能凭空跟空气说，请你们对偶对称哦。当然不行。对嘛？所以这群工程师为此设计出了一个超级精密的实体结构，叫做合配赫姆霍兹共振器，英文简称 CHR。对，要理解这个 CHR 结构，我们可以先想象一个日常生活中的小游戏。你有没有试过对着一个喝完的空玻璃汽水瓶的瓶口吹气？有啊，小时候常玩，吹出来会有一种呜的低沉声音。没错，有时候里面水装多一点，那个声音还会变高，对吧？那个其实就是最基本、最经典的赫姆霍兹共振。当你吹气时，瓶颈处的空气就像是一个有弹性的弹簧，在狭窄的通道和宽阔的瓶身之间来回震荡，进而吸收了特定频率的声音能量。所以他们论文里提到的这个赫姆霍兹共振器，就是把好几个这样的汽水饼组合在一起吗？非常生动的比喻，你可以把这个新发明在脑海中具象化。它看起来就是一节四四方方的通风管道，但在管道的上下两侧包含了两个相连的声学腔室，也就是你说的汽水饼。上下各有一个汽水瓶。对，这两个腔室被串联在一起，而中间留有一条直通的狭窄通道，允许空气直接流过去。根据论文的数据，这个设计的通风率达到了25%。25%的通风率，这在日常生活中大概是什么感觉啊？想象一扇原本完全关死的窗户，现在你把它打开了1/4，空气可以像水流一样，几乎毫无阻碍地穿过中间的通道。这已经足以让室内保持非常良好的空气对流了。但是对于声音来说，这个结构却是一个致命的迷宫。没错。等一下，我这边还是有点搞糊涂了。如果中间的通道是畅通的，风可以吹过去，那声音难道不会跟着风一起咻一声就溜过去了吗？声音进去之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就牵涉到我们刚刚提到的单极子和偶极子共振了。这个结构不是随便打造的，里面的气室体积大小、连接通道的长度与宽度，全都是经过超级电脑极度精确的数学计算。一定要算得非常精准。对，更关键的一步是，团队在这些腔室的内部还填充了经过计算的适量多孔海绵。那塞海绵？那如果塞了海绵，风要怎么吹过去？这不会就回到传统老路，把路堵死了吗？这是个好问题。你要注意哦，海绵是放在旁边的共振腔室里面，也就是汽水饼的肚子里，而不是塞在中间的通风通道上。中间的通道依然是完全畅通的。原来如此，所以风走风的路完全不受影响。那腔室里的海绵是用来做什么的？这些海绵的作用是为了达到一种物理学上名为临界媾和的完美状态。临界媾和。对，海绵在腔室里提供了刚刚好的能量耗散率。当声波想要穿过通道时，它会被旁边精准设计的腔室给吸进去，产生共振。而在共振的过程中，海绵吸收能量的速度刚好等于声波想要辐射逃跑的能量。我懂了，所以空气从中间的通道大摇大摆地走过去，但声音一进来就被两边精确计算过的气室给拉扯进去，然后因为那奇妙的对偶对称性，声音在里面产生了破坏性干涉，自己打自己。没错，
再加上腔室里的海绵提供了临界耦合的精准损耗，声音就这样在里面互相抵消，消散为无形了吗？你描述的非常精确，这整个结构就像是一个拥有高度智慧的物理筛选器，它对连续的单向的空气气流开绿灯，但对高频震荡的声波直接亮红灯，把它们困在里面消耗掉。就真的太神奇了。不过我们都知道，科学界最看重的是实际的数据，理论再漂亮，做出来没效果也是白搭嘛。但当我仔细看他们发布的实验结果时，我真的惊呆了。我们来看看具体数据，这个结构到底有多大？团队将多个单元整合起来，做成了一个实体模组。这个模组的总厚度只有短短的14.1公分。14.1公分，这大概就只是一只智慧型手机的长度而已啊！这么薄的厚度，而且中间还是中空通风的，它到底能吸多少音？实验数据显示，就在这么薄的厚度下，它在300赫兹到6000赫兹这个极度宽广的频段内，达到了平均86.1%的惊人吸引率。86.1%，而且频段是300到6000赫兹。你知道这代表什么概念吗？这范围真的非常广。对啊，这几乎涵盖了你平常最讨厌的所有日常噪音，比如你楼下邻居冷气室外机那种让人烦躁的低频声，或者是马路上公车刹车时那种尖锐的刺耳金属声，它全包了耶！这可是接近双倍8度的超大频宽呢。为了让你感受到这个数据有多么不合理，我们必须拿传统材料来对比一下。同样是14.1公分厚的传统吸音海绵，在完全相同的频段下，平均吸音率只有61.4%。哇，等于是这项新设计不仅能通风，它的吸音效能还完全不在同一个层级，直接斩压了完全堵死的传统海绵。这就衍生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既然旧的物理极限被打破了，旧的平地评估标准显然就已经过时了，确实需要新的标准。对，我们在评估一块吸音材料好不好时，往往只看一个指标，就是它能吸多少声音。但在这种全新的通风超材料面前，这种单一指标是充满缺陷的。对啊，如果你通风很好，但吸音很差，或者你吸音很好，但厚度高达1公尺，根本装不进窗框里，那也没有任何商业使用价值嘛。就像我们评估一台车，不能只看它的极速有多快，却不管它耗不耗油、安不安全一样。没错，所以研究团队在论文中提出了一个全新的品质因数，英文缩写是 FOM。FOM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指标？这是一个严格的综合评估指标，它将材料的吸收频宽、物理厚度以及最重要的通风气流面积这3个过去互相冲突的变数，同时纳入数学公式中考量。也就是说，要3个条件都满足才能拿高分。对，换句话说，只有当你够薄、吸音频率够广，而且还能保持大面积通风时，你的 FOM 分数才会高。那在这个新的评估标准下，结果如何？在这全新的 FOM 评比下，这项利用对偶对称性设计出来的新发明，它的分数把过去几十年来所有其他的声学设计，当然也包括传统海绵，远远甩在后头。真的是全面的大胜。这证明了它不是在某一个单一数据上作弊取巧，而是在整体的工程效能上实现了真正的世代性突破。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项原本只存在于顶尖期刊里的突破性技术，未来将会如何改变你每天的生活场景？它的应用潜力是极其巨大的，而且很快就会走入我们的生活。最直接的应用应该就是什么？最直接的就是回到我们一开始提到的那个房间，未来的住宅、学校教室或医院病房，我们终于可以在繁华吵杂的都市市中心，大方地打开窗户上的通风模组。你可以享受外面吹进来的凉爽微风，但房间里依然安静的连一根针掉在地上的声音都听得见。这对提升人类的居住品质和心理健康绝对会有巨大的帮助。没错。想象一下哦，以后买房子，建商的广告词可能就会写本建案采用最新对偶对称声学超码材料，让你在信义区享受森林般的宁静与微风。除了建筑之外，论文里是不是还提到更硬核的工程应用？是的。如果我们把这跟宏观途径连接起来看，其实有很多工业领域比我们的房间更需要这种技术。比如呢？比如航太工业，飞机引擎和大型无人机的噪音控制一直是一大梦魇。
因为引擎需要吸入极大量的空气来燃烧产生推力，你绝对不可能把它封死来隔音嘛。封死引擎就直接报废了。对啊，如果能将这种通风又高效率吸音的材料应用在引擎的进气道，这将会迎来一场宁静革命。如果连飞机引擎那么极端高风速的环境都有可能应用，那像是我们平常做的捷运通风口、高铁的空调系统，或者是家里轰隆隆的抽油烟机、电脑伺服器机房的散热风扇，是不是全都可以变得安静无声？完全可以期待。这项研究最大的贡献不仅仅是发明了一块新材料，而是确立了一套全新的物理极限理论，建立了一个新的框架。没错，有了这个以对偶对称性为基础的数学框架，未来的工程师就可以结合人工智慧与先进的电脑模拟技术。AI 可以根据这套理论，自动去运算，去设计出更轻薄、形状更复杂，甚至可以针对特定机器客制化的声学结构。我们正在跨越传统自然材料的限制，进入一个由数学方程式和几何结构属主导的超材料时代。确实如此，这真的太让人兴奋了。物理学的深层突破带动了材料学的革命，最终彻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品质。让我们稍微回顾一下今天这段奇妙的深度解析旅程。好的，我们从解决一个想开窗却怕吵的日常小烦恼出发，跟着科学家的脚步，一路潜入了高深的量子场论与对偶对称性魔法中。然后我们见证了理论如何完美的化为现实。一个极度精密，看起来像一串汽水瓶的双舱式结构，成功打破了传统因果律的厚度魔咒。最终，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总厚度仅仅有14.1公分，能保持1/4通风率，却依然能实现86.1%超高吸音率的革命性超材料的诞生。这真的是材料工程上的一大步，真的是一次大开眼界的探索。不过，在我们今天结束之前，我想抛出一个延伸的思考题给你。我们今天的讨论一直都围绕着声音以及空气，对，都是在谈声学。但是在这篇自然通讯论文的最后，科学家们留下了一个极具野心，甚至有点科幻的伏笔。没错，他们特别提到，这个对偶对称性的原理不仅仅适用于声波，它在数学上同样适用于电磁波的传输以及固体振动的传导。这是一个暗示着无限可能的震撼宣告。没错，所以请你发挥一下想象力。既然我们现在可以透过改变空间的几何结构，让声音在通风的管道中完美的自我抵消，那么在不久的将来，我们有没有可能利用完全相同的数学方程式与几何魔法，打造出一栋光线，也就是电磁波，可以完全穿透，但在视觉上却看不见内部的光学隐形建筑？这完全是科幻电影的情节了。又或者我们能不能设计出一种充满孔洞的特殊地基结构，让毁灭性的地震波在穿过建筑物下方时，就像今天节目里的声音一样，完美的产生破坏性干涉、自我抵消、耗散于无形，让地面上的建筑稳如泰山。物理法则真的是太神奇了。大自然的物理法则中，究竟还有多少等待着我们去挖掘的对称魔法呢？这些问题就留给你慢慢咀嚼了。感谢你的聆听，我们下次见。